大家晚上好，都看到人、听到声音了没？看一眼设置，声音好，人我能看见，你们就应该能看见啊。这个让我去通知大家一下。然后 Discord。好，大家晚上好啊！我看看，居然有提前4个小时就跑来等的，这个实在是太夸张了啊！还赶紧恶补了一下什么是 Manner 咖啡啊，这个公司有点搞笑，网站上没几个字儿，这个算极简设计，这帮人现在可爱玩这个了。突然想喝咖啡了啊！刚买的印尼苏门答腊，印尼应该是产猫屎咖啡的地方，谁错了？你错了。有空聊一下华为今天的纯血鸿蒙呗？不用聊这玩意儿，聊它干嘛？提前1小时都没抢着第一，你看看人家有提前4小时。Manner 咖啡是我在上海最喜欢的咖啡店，每杯咖啡品质都一致。虽然等待的时间有点长，但是符合我的口味要求。其实我喝咖啡是喝不出好坏来的。Manner 咖啡也喝过啊，但喝的很少，大部分我是瑞幸和星巴克啊。第三，有迟到扣绩效，是的 ，Manner 不是 Man 的仿制品，还不是啊，漫咖啡是一个韩国品牌，应该是韩国品牌。漫咖啡，北京老的圣地，其实各个地方都有，我很喜欢漫咖啡。点赞，感谢。来了来了，对 Manner 疫情前扩张速度很快啊，这个会讲的。呀，感谢打赏，没迟到，对。今天绝对前排，你可以往前翻一翻，从这里学到很多啊，感谢感谢。第2次赶上直播，这就难为我了啊，感谢啊。你这个至少应该不是第2次了。听前按赞是美德，是的，点赞点赞。来杯印尼白咖啡，哎，白咖啡我还没喝过。星巴克和非星巴克，我是星巴克，太平洋，Costa，就是国内常见的几个大的这种咖啡品牌。瑞幸啊，瑞幸实际上就是奶更重一些，咖啡更少一点，然后其他的真的喝不太出来。看不见实习聊天什么意思？第1次赶上，哎呀，这个我们这儿第1次赶上的一般都不是了啊。天天都点啊，第2次赶上，这个你来坡县，请你喝白咖啡。哎呀，晚上好啊，第1次赶上直播，这记忆力，你这个是礼拜3你刚发过，对吧？这个好，我们来开始讲今天的故事。今天2个故事啊，第1个故事呢是漫咖啡店员崩溃爆发，到底是谁错了？第2个故事呢是伊莱尔已经正式确认开始做新公司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到底要干嘛？这种 AI 安全到底能做出点什么东西来啊？咱们今天讲2个事情，但是看时间啊，有可能第2个未必讲得了啊，因为第1个可能稍微长一点。好，我们现在开始正式讲第1个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漫咖啡的店员崩溃爆发，到底是谁错了？事情呢是在上海6月17号，同一天发生了2起 Manner 咖啡的2个店员与顾客发生冲突。第1个是一位男性店员，最后直接去殴打女顾客，上去真的是一拳一拳打呀。
第二个呢，是一位女店员用咖啡粉泼了女消费者一身，直接是在同一天里发生2起。Manner 咖啡呢也迅速做出了反应，开除直接女的开除了，男的我没看到，估计应该也开除了。但是开除之后，直接被骂上了热搜，一堆人在那力挺店员，说顾客难道就不是上帝了吗？怎么这个真的是往女消费者身上泼了咖啡粉或者是上去真的爆锤了，被开除了，为什么大家会去力挺他呢？很多人说我们要去看完整的视频我今天男性店员的这个和女性店员的这2个视频我都看了，看完了以后呢，只能说2个人都有些问题，就是顾客方也是有一些问题这个店员也是有一些问题，但是真正有问题的人并不是他们真正有问题的人是 Manner 咖啡自己。那 Manner 咖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2015年创立于上海静安区上海算是比较贵的一个区。我对静安区最早的印象就是那里的这个停车费特别贵，经常是你喝一个咖啡出来以后，发现咖啡的钱还没有那停车费贵所以那是上海比较贵的地区它呢做精品咖啡，跟星巴克玩第三空间不一样。第三空间是什么？就是不是家也不是办公室的第三空间，大家坐在那儿聊天的，大家坐在那儿充当气氛组的，对吧？这个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呢，比如像瑞幸，对吧？它瑞幸是一边在告诉大家说，我这里这个是由大师级的咖啡师调制出来的咖啡，另外一方面呢，又用这种高速的自动咖啡机，一杯一杯在那儿疯狂出这是瑞幸。还有呢，当然比如说像各种的便利店咖啡那个就更低档次一些现在Manner 咖啡说我们上海人要去搞一些稍微精致一些的东西。创始人呢叫韩玉龙夫妇是2口子，主打的是什么呢？小门脸它没有那种特别大的门店，大门店你要跟这个星巴克去冲这个去拼这种叫做第三空间了嘛，它门脸都特别小。然后呢，单价一般是在15到20块钱要比星巴克便宜，但是呢，也要比瑞幸要稍微贵一些它这种所谓的精品咖啡大量是手冲的咱们现在喝咖啡呢，正常的这个叫做自动咖啡机是什么？就是它把这个咖啡粉弄完了以后直接通过高压蒸汽把这个咖啡萃取出来，然后呢再去倒在牛奶里，或者是加水是美式，加奶是拿铁如果奶要加热的话，再把这个叫做蒸汽管道插在奶里头，然后再把这个奶加热掉，对吧？咱们大量是这样，这个其实比较快。但是你如果想喝精品咖啡，你就要去做手冲，对吧？你要把咖啡粉倒在滤纸里头，拿上摩卡壶，就那个很细嘴那个小壶，一点一点去冲那个速度是很慢的这个像 Manner 咖啡呢，其实是有点追求这些小资的。它的口号呢叫让咖啡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公司呢，其实在上海是有非常多类似这样的东西上海人比较喜欢喝咖啡，也比较喜欢各种各样独特口味的咖啡。我在上海的时候，就是他们经常有上海同事会告诉哎，哪个地方新开了一家小咖啡店味道很好，你要去尝一下，对吧？这个在上海很常见，在北京其实像我们这些人喝咖啡算是一种打工人的这个就是等于是一种补充剂似的，对吧？不喝这一杯日子没法过了都完完全全是当药在喝但上海人就是他觉得他要享受这个生活。到2018年就开始资本化先是今日资本给了8000万人民币这个就开始起步了，因为当时呢国内各咖啡品牌都在起步。到2020年底一飞冲天了H Capital， 然后呢好几个大的基金就开始往里冲了，而且冲进来呢直接就投到了独角兽投后估值10亿美金了，这是一个非常吓人的跃动方式它等于从一个你想它8000万人民币到手的话，它的估值可能也就是几亿人民币的一个样子，然后过了2年就直接值10亿美金了，而且那个时候它其实没有多少门店
为什么到2020年底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因为2020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就2020年6月，瑞幸退市。瑞幸因为造假从美国被赶回来了，那么当时资本都疯了，疯了干嘛？要找一个替代品。大家都觉得瑞幸这个模式是对的我们通过大面积铺垫通过进行统一标识、统一的文化的输出，然后进行这种廉价咖啡的这种等于下沉式的收割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式。瑞幸没玩好，但是并不是说这个方式错了，所以一定要去找。所以在这个时候呢，Manner 咖啡就得到了这些基金的疯狂追捧大家要想这些基金投资人都是什么人？就是这帮喜欢格调生活、喜欢坐在这儿喝一杯的人，对吧？所以他们会选送 Manner。当时另外一个被选中的是谁呢？是 Teams 是加拿大的国民品牌 Teams 被选完了以后到国内来去开店。当时选中 Teams 的是谁呢？选中 Teams 的是这个腾讯腾讯选中他。现在 Teams 已经上市了，就是他单独拆了中国分公司去上市已经走出来了。但 Manner 呢，这几年其实稍微有点费劲然后2020年底的事情，2021年6月份他又拿了一轮融资这 Manner 是谁给的呢？字节跳动给的，对吧？当时投完了以后的估值是13亿美金，而且 Manner 咖啡里边还有哪些股东呢？美团龙珠就是美团里头是在里头的，还有一个是谁？新加坡的淡马锡这都是他的股东。就觉得你一定要冲上去搞那么在字节把钱扔进来以后，2021年 Manner 就开始疯狂的拓店了，对吧？2022年到3月份，他已经有200多家店了。其实大家想，他一开始那种小门脸对吧？我给你做高质量的手冲咖啡，然后有格调有品味，它这种东西它扩起来一定是很慢的，对吧？因为做咖啡这个事情，你要想出单多，你就一定要做得快，你想做手冲就一定要做得慢。所以这个东西它很矛盾现在呢已经有1000多家店，但是这个很显然已经落后了，因为大家知道瑞幸已经1万家店了，对吧？然后星巴克大概有7、8千家，其他的国内的各种的像什么库迪大概有3、4千家店，像他这种只有1000家店的呢，真的没法整。而且现在大量的奶茶品牌都开始做咖啡它这个现在压力很大。那么 Manner 咖啡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错位和反差。什么叫错位和反差呢？对吧？这2天这个抖音上有一位新的博主长得很漂亮长得黑黑的皮肤，就一看就是外国人嘛，就是实际上是个巴基斯坦的小姑娘，对吧？长得就跟这种大模特似的非常漂亮。但是一张嘴一口子河南话，说喊大家来家里吃馍啦什么就这个什么情况？她是一个巴基斯坦的小姑娘。对吧？从小呢被去巴基斯坦打工的河南夫妇收养，然后带回国内上了户口，所以他是从小在河南农村长大的但是人家呢长得是这个埃及艳后那个样子这个他就属于反差美，这种就很容易得到流量。那么 Manner 咖啡它的反差在哪儿呢？一方面它是很小资的手冲咖啡，比这个全自动的蒸汽咖啡机要慢非常非常多，但是有情调你说真的有多少人能喝出来 Manner 咖啡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觉得肯定是有，但是呢，大部分人应该跟我一样，对吧？他是靠一种仪式感，靠一种痛苦来去有一个心理上的慰藉。你等了很长时间，然后看着人家在你面前这个拿一个摩卡壶细细的嘴在那哗啦哗啦浇了半天，然后喝到嘴里头觉得这个好像真的不太一样这个我是绝对相信这件事了。咱们就这么说，咱们去吃烤鸭这个大师傅在你面前骗的，跟在后厨骗出来的，那你说这个味道能有差别吗？但是你在你面前骗的就可以多卖1倍的价钱，对吧？而且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就是好吃所以这种情调本身是有情绪价值的那么理应呢是更贵一些这是它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它反差在哪儿呢？小门脸对吧？都是小门店，就是没有哪一个 Manner 咖啡说我有一个巨大的门店，然后有好多椅子，大家可以坐在那喝的，没有都是小门脸。它成本要低一些，对吧？价格呢比星巴克的那种第三空间肯定便宜。你想星巴克的咖啡就属于是最差的咖啡豆，然后呢用这个全自动的咖啡机做出来的
啊，它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来反差啊，我又做的很小资，很有情调，还便宜，对吧？那么大家就要去选择，或者说有一个特定的人群就会选择它。而且大家想，它从哪儿来的？从上海静安来的，那调性它就如此嘛。上海人呢是比较喜欢追求这种手冲咖啡的调性的，对吧？这个其实我是对这个真的没那么大兴趣啊。比如说手冲咖啡啊，什么冰萃呀、什么这种东西，真的那么好喝吗？这个我觉得都是用科技与狠活可以调出来的啊。那么另外一点，上海静安有着一什么特点？刚才我们讲特别贵，寸土寸金，对吧？所以呢，大家想，嘿，我要喝手冲咖啡，但是呢，我又不愿意为坐下来慢慢喝的这个空间付钱，啊，他非常精准的抓到了这些人的这种需求，说那来，咱们开了这样一家咖啡店啊，就开起来了。那么最终呢，现在它也卷入了价格战。现在呢，Manner 咖啡也是开始有9.9块啊，而且还有自带杯子啊。你如果自己带杯子可以减5块钱啊，这个纸杯还是挺贵的。你想，那一个9.9块的咖啡减5块的话，4.9块，对吧？这个你做了半天，而且还手冲，这玩意儿多费劲啊！啊，这个咖啡师也会很痛苦的，而且各种的优惠券、各种套餐啊，就是飞快的砸下来啊，这就是 Manner 咖啡的一个状态。那么 Manner 咖啡到底是怎么把店员逼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他的精神肯定是不正常，对吧？你一定是巨大压力下才会干这种事儿。正常的人，你说我在做服务业，在做咖啡师，啊，我在这儿冲咖啡，而且大家想冲咖啡这件事儿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文雅的事情，那怎么就能上来骂了脏话，然后上去挥拳就打，然后往人身上泼咖啡粉，就能干这样的事儿呢？所以一定是他的心理压力是有问题的啊。这个现在第一个最大的压力是竞争太激烈了，对吧？很多的咖啡连锁万店了，对吧？价格战彻底卷起来啊，它得9.9块，对吧？人家说我原来是15到20块钱一杯啊，现在我也得跟人卷9.9块去。而且头部品牌呢，其实已经完成了一步了，像瑞幸现在已经把大城市都卷完了，开始在2、3线城市展开加盟了。大家注意啊，所有这些咖啡连锁店在大城市里都是直营的，对吧？只有到2、3线城市才会开放加盟，它是不会在大城市里允许你加盟的，因为一旦加盟的话，你的服务品质就达不到了，对吧？这个事儿是从瑞信那里传下来的啊，只要大城市一律都是直营。那么现在的 Manner 咖啡才1000家店，还都在大城市，可能大部分还都在上海，所以它现在1000家店全是直营店。那你跟剩下那些咖啡品牌比，你咋比？你肯定打不过嘛。现在呢，瑞信也又重新站起来了，对吧？说我又准备到香港去上市了啊，我该交的罚款也交了，事儿都没有了，对吧？库迪啊，也是在跟瑞幸竞争的这家啊，也还在垂死挣扎。Teams 就是当时跟他一块拿到钱的这公司已经上市了，对吧？星巴克其实大家比来比去都是在跟星巴克比，星巴克在干嘛？星巴克也在开始卷9.9块了，对吧？那你这样竞争多痛苦啊！非常多的奶茶品牌已经纷纷都上市了，而且都在做咖啡。这些奶茶品牌有很多是有3万多家店的，对吧？这个要比瑞幸还要恐怖，瑞幸才1万家店嘛。啊，那么对于像 Manner 咖啡来说，这个压力就很大了，对吧？以精品咖啡为核心调性的 Manner，它必然是比较慢的，它不可能快了。你就光手冲咖啡这件事儿，我觉得一般人你不训练训练，他是冲不出来的，对吧？你教教我怎么使这个自动咖啡机，没准我过个10分钟、20分钟，我能把它用好了。但是手冲咖啡这个，我觉得还是得多学习学习啊。这玩意儿又不像是南京老太太的那手冲这个雀巢速溶咖啡啊，这个摩卡壶那个玩意儿没有那么好使，你还要控制水温，控制这个浇水的状态，整个浇的过程其实也是挺慢的，绝对比那个自动咖啡机就蒸汽咖啡机要慢得多。这是啊，Manner 咖啡自己的问题。那他怎么办呢？他就是说我通过一些严苛的规则，是不是可以在店员身上把这个钱省出来，让我能够在竞争中继续往前走？啊，那么他做了哪些严苛的规则呢？比如说，啊，一个 Manner 的咖啡店，如果日营销额在5000块钱以内，就只有一个店员。啊，如果超过5000元了啊，可以有2个店员，就是你每天到底卖多少咖啡。
就算是多的，可能一个 Manner 咖啡店也就是一天卖到可能6、7千块钱，也不会更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手冲的慢啊，对吧？你还跟人卷9块9，还跟人搞各种各样的促销，那你这事儿就比较费劲嘛。而且呢，他给的薪水非常低，正常的他说是5000块钱，但实际上从招聘平台上看到的5月份 Manner 开出的平均薪资呢是4236块，对吧？其实是很低的。你在上海、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一个年轻人学了半天，一个月给他开这点薪水，活得下去嘛，对吧？这个就算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了。而且呢，还给这帮人起了很高大上的名字啊，你们不叫咖啡小二，你们叫咖啡师啊，师傅那么一个咖啡师呢，一天大概要做500杯咖啡，这个真的是比较痛苦。你想，我要拿雀巢咖啡给人冲一下，这事儿呢，我觉得9块9或者是几块钱没什么毛病，对吧？或者说我跑到这个超市里头去，超市的咖啡是什么呢？超市的咖啡是自动的而且是买东西的人自助去打。我比如说我要想喝冰美式，我是从冰箱里拿出一个冰杯来，然后搁在那儿，然后选冰美式，付好了钱，比如5块钱、6块钱，一摁确认，滋，那个咖啡机就开始出，对吧？这个其实是比较省钱的。他这儿自己还要装修店面，还要专门租地方，再小他也得装还要培训雇佣一个咖啡师，还号称我这儿很有调性，还拿着摩卡壶给那慢慢冲，还要跟人比9块9，那你说这玩意儿有多费劲那你说一个人一天500杯，我慢慢做不就完了吗？千万别这么想这个做咖啡店它是有高峰时段的，高峰时段是必然排队那么你想他一杯一杯在那手冲，那你不排队等什么呢？那么他可能正常的上下班时间这个午餐时间、晚餐时间都是他的高峰时段，然后其他的时候可能没事干，在那待着但是你在高峰时段，你就要快速的把这东西做出来。你想，而且大部分店就只有一个人那这个投诉一定是非常多的那投诉多了怎么办呢？很简单，投诉3次开除因为所有 Manner 咖啡的员工都是他的，就是店员都是他招聘的员工正式员工你也算是有一份正式工作了嘛但是有3次投诉就开除了，所以现在甭管是这位男服务员还是这位女服务员都在那喊说你投诉你投诉我怕吗？对吧？那个其实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处罚了，3次就开除了，对吧？那么这2个案例都是怎么发生的呢？咱们先讲这个男服务员打人这个事儿。顾客呢是自己带了个杯子因为在从视频里看到，说最后我给你退单的时候，他把一个保温杯拿出来了，所以顾客自己带杯子。那么这个呢，就是他只能挣到可能几块钱，就绝对没有10块钱。但这个呢，对于他来说无所谓为什么？因为他是员工都是直营店，对于他来说，你到底是这个9块9的，还是卖掉了5块钱的跟他的这个一个月挣4、5千块钱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你只要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投诉，他就可以稳稳当当的把这笔钱挣到手而且还要把这些单子都完成第二个他告知人家说，我要做手冲是比较慢的，而且手冲一杯呢大概要10分钟，你在前面还有3、4单，做完这一单以后才轮到你跟人讲得很清楚。顾客呢是等飞机就很着急，站在那儿说这个我等飞机你前面告诉我是那个10分钟，我现在都等了10分钟了，怎么还没有呢？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一个小店面连坐的地方都没有，顾客只能站在这个台前的等那么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咖啡师说，那这样吧，我给你退单吧退了以后呢，我就实在做不过来了这个我实在没有办法在你要求的时间内给你做完了。那些顾客呢就说，那不行，我要投诉你这个那咖啡师说，那你只能去投诉吧，这个我也没有任何办法，对吧？那你就投诉吧。然后这个顾客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把这个咖啡师惹急了呢？他开始反复的问这个店员的名字，说你的名字是什么？你要告诉我你的名字。在很多的店里头这个咖啡师会带工牌，对吧？这个胸前有一个牌子，上头有个号，你可以通过这个号来去确认说，这个到底是谁在为我服务，我要投诉他，你可以投诉他，没问题。第二个呢，有些店里头直接把这个咖啡师的名字写在围裙上上头有一个很大的名字，这样呢就是可以方便你跟他打招呼，你不用知道他的名字，你可以跟他打招呼但是投诉呢，其实按道理说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为什么？因为你有订单嘛，对吧？订单然后给你退单了，你这是有订单号的。
然后呢，你有店名，你说我说我在哪个哪个店，然后什么什么时间我要投诉，对吧？他这就一个这个咖啡师，也没有第二个人，对吧？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个顾客呢就不行啊，我一定要问你叫什么，你必须得告诉我啊，你不告诉我就不行啊。这个上海人呢本身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挑剔啊，也比较矫情一点。上海人我记得以前啊，我是在90几年、2000年之前去上海的时候，上海人非常自豪的一点，说什么？说上海出租车是全国服务质量最好的出租车，为什么？他说这个上海人爱投诉啊，所以出租车司机都比较老实啊，不敢带你绕路，也不敢去骗人啊，所以一定是服务质量最好的啊。这个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男服务员的心态就已经开始崩了，对吧？他反复在那喊，就这个女的问他说：“哎，你的这个名字告诉我，我要投诉你啊！你把名字告诉我。”然后这个男的在那喊什么？他说：“我在做手冲啊，你的订单已经取消了，这个事儿结束了。”啊，他在反复喊这个，然后但是你去听那个声音就已经变了，对吧？就是你能感受到那种状态已经不对了。但是这个女士啊，这位顾客一点没感觉出来啊，你必须要告诉我你是谁啊，你必须要告诉我你的名字，然后你再怎么说也不行，你一定要告诉我你的名字。其实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敏感的啊，任何人在被问到或者叫到名字，特别是全名的时候，都会觉得难受啊，不舒服，都会觉得有冒犯的感觉，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人说名字就这样了，你就去投诉我就完事儿了啊，反正投诉3次就开除。那个男的已经就是啊，状态已经完全不对了。然后这个女顾客依然不依不饶啊，举起手机对着脸就拍。然后这个男的就不乐意了，这个男咖啡师就不乐意了，说你凭什么拍我？对吧？你侵犯我的这个肖像权了啊！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啊！最终就开始啊，一开始还骂啊，这个反复的骂，骂完了以后呢，最后这个小伙子啊，很年轻一个小伙子，忍不住了啊，钻出了非常矮小的柜台，那个柜台小的简直是，他从里面钻出来的时候啊，让这个柜台反复的在晃动，柜台上的杯子都在晃，啊，钻出来以后，然后逮着这个女的打他，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就是狠狠的打。啊，这是这个男性啊咖啡师遇到的事情。然后这个女性咖啡师，她遇到了什么事儿呢？她拿咖啡粉去泼人了，对吧？她呢遇到了一位顾客，也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对吧？上班差10分钟，说我差10分钟上班了，我来点一杯咖啡，啊，差10分钟就要迟到了，而且使用了优惠券购买了一些相对廉价的咖啡。本来呢，她应该在店外面等待，因为她店里面的空间很小嘛。但是呢，这个很着急，就冲进店里来，要求快一些。然后里面这位啊，叫做服务员呢，就说你这个是不是这个用优惠券买的这一单呢？对吧？可能这一句话就刺激了这位顾客，对吧？我明明是做了一个很有格调的事情，跟用不用优惠券有什么关系呢？对吧？就搞得就不行了啊！说这个开始这个顾客的状态也不是很好啊，就开始不依不饶，说你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啊？这个我愿意买我就买，我就是便宜我也要买啊，就开始搞成这样了。然后呢，说我要去投诉你啊，因为对于 Manner 咖啡的这个咖啡师来说，投诉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处罚，对吧？那么最后这个小姑娘啊，这个女性咖啡师就说：“那你去投诉吧，啊，那这个事儿怎么办呢？”那既然到这样了，大家就是不结束啊，就是之所以能够搞成这样，就是大家不愿意认为这事就完了，对吧？然后继续的相互口角，然后最后这位女咖啡师拿着咖啡粉泼在了这个顾客的身上，当然这个顾客呢也拿着咖啡粉泼在了这个女咖啡师身上啊，两个人都泼上了，最后还问他说：“你怎么不去道歉？”说凭什么呀？不公平！他也泼了我一身，我也泼了他一身，凭什么我给他道歉？对吧？事情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情。首先呢，要说啊，顾客也不容易啊，甭管是说我上班了，还是我要赶飞机，最后差10分钟，想去奖励一下自己，想安慰一下自己，想给自己一杯比较有格调的手冲咖啡，或者说是让咖啡融入到我的生活里去，这件事本身都没有错，对吧？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甭管是我要上班迟到了，还是我要赶飞机赶不上了，这个顾客自己的心态肯定已经是在巨大的压力下不是那么平衡了，所以他才会做出很多的这种刺激人家说你到底叫什么啊？你一定要告诉我，然后我要举着手机在你面前拍一张，对吧？他会做出这样的这种不理智的行为，就顾客本身也不理智，而这个员工呢本身也不理智啊。当然，员工不理智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都很年轻啊，就是甭管是这位男士男性咖啡师，还是最后泼人咖啡的这位女性咖啡师，都非常非常年轻，对吧？你要岁数大一些。
35岁以上，上有老下有小，没准脾气会好一点啊。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在家里都是父母的宝贝啊，对吧？你到这儿来凭什么受这委屈受这气啊？这个2个店员的岁数都不大啊，顾客的岁数呢都不太小了啊，都是因为这2个都在喊说这个顾客叫阿姨啊，这个也确实是对顾客不是很尊重。这个呢，其实也是现在社会的一种矛盾，是什么呢？就是精神矍铄的老阿姨或者是老大爷们啊，这个满街乱跑啊，在这个做各种重要的事情，颓废躺平，但是不时爆发的年轻人，在为他们提供一些啊，这个完全不知道未来有没有这个发展空间的这种服务啊，这是国内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其实现在日本也这样，就是很多精神矍铄的都是老阿姨和老大爷们，对吧？老叔叔们，然后这个躺平了，然后不知道该干嘛，然后这个不定哪根筋搭错了，然后刺激一下就爆发的就是年轻人，对吧？这个很多的亚洲国家都在搞这个事情。那么近期呢，这种不把人当人的事情呢，其实还不少啊。第一个就是前面，最近也是非常热烈、非常火爆的这个南方医科大学这个余力的这个事情，对吧？人家去给小孩做急救去了啊，回来晚上课了29分钟，扣了2000块钱啊，然后呢是这个通报批评，还是取消了全年的评优的机会。这个事情呢，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最终的结果，对吧？你说，哎，你这个不应该救人，你应该回来给学生上课啊。还有人说，这个因为是给留学生上课啊，这个余力是可以用英文讲课的，对吧？儿科大夫、儿科主任、医师啊，可以给这个留学生讲课啊。然后呢，是印度留学生去举报的啊，说印度人好坏。其实我觉得啊，不要这么想这个事儿。对于留学生来说啊，他发现我的老师没有来上课，那么我去举报这个事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们也是一种相信制度，他认为制度应该可以把这事儿搞好，对吧？我记得前一天看一个美剧叫《911》啊，就是讲这个一帮消防员的事情。它里头有一段是什么？就是他的消防队长啊，看到有一个这种怀疑酒驾的人，这个非常不配合，说我要给你检查一下身体，然后这个医生上去，我给你检查一下，他说不许检查啊，我就怎么怎么样，就这样了。后来他就这个消防队长做了一个决策，说我们就不管他了，我们去救另外一拨人。结果呢，这个人就死掉了啊。然后现在这个上来调查，说是你下的命令啊，不检查这个人的啊。那么他其他的那个队员说，对，是他下的命令啊。然后呢，这个队长就说，我当时闻着他身上有酒味儿啊。然后就问其他队员说，你们闻到了吗？然后那其他人队员说我没闻到。然后呢，这个当时那个队长就觉得被背叛了吧，说这个我都闻到了，你们为什么没有闻到？后来那个他的队员就问他，他说那你需要我在这个事情上为你说谎吗？啊，那个队长说不需要啊，我相信制度，我也相信我自己做的东西没有错，你们也相信我做的决策是没错的，但是你不能在这个事情上为我说谎。这个实际上是老外经常使用的这种相信制度、相信规则的方式，他就是这样啊，你侵害我利益，我就去举报你啊。至于最后怎么处理，那是这个大的这个制度体系的问题啊。所以很多人说啊，这个印度留学生不好啊，这个不要想这个事儿，出问题的就是这帮学校的老师啊，或者说他的整个的行政管理体系出了问题啊。他说啊，你必须要做这个处罚，要告诉大家说啊，我这个法度森严啊，哪怕死了人你也得回来上课来啊。他要讲这个事情。然后另外一个最近比较著名的这种不把人当人的事儿是什么呢？是伊利牛奶啊，他让这个卡车司机把牛奶送到他们的仓库里去。送到仓库以后呢，他们会根据有多少破损，直接从卡车司机的运费里扣钱。而且呢，卡车司机说，那既然破损了，你扣了钱，你是不是应该把破损的牛奶给我呢？而且他扣的很贵啊，比正式超市里卖的还贵。然后伊利说不行，我不能给你，对吧？这个我万一给你，你把它卖掉了，这个怎么办？对吧？这个事儿是这个会损害伊利的品牌形象的。然后一帮人就说你以为这个伊利超市里头卖的牛奶就没有破损的吗？没有这个挤了歪了瘪的都有，你不也照样卖吗？对吧？然后你就搞这个事儿，而且伊利的就是每辆卡车司机进去都会被这样罚，而且他在检查的时候，卡车司机不能在旁边看着，就是我把后盖打开了以后，开始往外搬牛奶，到底有多少箱破损了，怎么样？卡车司机不知道，对吧？只是最后拿一个单子说你拿这个去交钱吧，罚完钱以后他给你结车去啊，否则我就不给你结，实际上就是纯坑人嘛。而且这个事儿特别恶心是什么呢？
就是被坑的这个卡车司机，就是其实每天都坑啊，但是有一个被欺负惨了，说我要曝光他，然后大家都开始说我们同情你，我们来去抵制他的时候，伊利找他给了他笔钱，说啊你们都是这个传谣啊，我这儿没事了，对吧？他把剩下所有愿意帮助他的人都给坑里头了，啊，这是最近伊利干的一个事儿。那么这些报道出来呢，其实还都是啊，在沿海城市啊，或者是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在被报道出来。这个其他地方那些非沿海城市、内陆城市或者内陆地区，这种事情一定会更多啊。这个没什么好说，只是它没有被报道出来而已。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谁错了呢？其实是在资本、算法、行政权威面前，这个必须要把个人利益压下去，对吧？我们不能去给你讲个人利益。啊，一旦你啊讲了个人利益了以后，那么其他队伍就不好带了啊，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所以中国人一直在讲究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现在呢，也不是大干快上的时候了啊，每一个人呢都希望像人一样被对待。那么这也是 Manner 咖啡为什么搞了这样一出事儿，闪电般把人开掉了以后，然后被人直接骂出屎来，对吧？说你有点担当没有？你把整个视频看了没有？你怎么可以这样去做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不保护自己的员工？对吧？他就要去骂他。那你说有没有处理的比较好的案例呢？也有，谁呢？胖东来。胖东来在2023年出过一次事情，什么呢？河南许昌一位顾客跟胖东来的员工发生了争执，当时呢，胖东来呢做了8页纸的处理事故啊，处理的文件，说我们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视频也在网上传了，成立了调查组啊，也对这个事情进行了2次调查。第一次调查，他觉得顾客没有道理，对吧？然后他怎么处理的呢？给当事员工发了500块钱委屈奖啊，我奖励你一下，受委屈了，对吧？咱们毕竟服务行业嘛，咱们不能揪着顾客理论去，对吧？咱们自己受个委屈，咱们发点钱算了。然后第2次调查呢，他觉得，哎呀，这个员工啊也有错的地方。那个员工呢，那我们处罚你一下吧，记过啊，这个没有说上来开除啊，记过。而且呢，因为视频发到网上去了，对吧？给员工造成了一定的精神压力和损失，给员工啊发5000块钱的精神损失费，对吧？这是他的处理方式。而且呢，当场还有一些员工呢，主动的劝阻和安抚了顾客，勇于承担了责任啊，奖励500块，对吧？这是胖东来的处理方式。管理人员啊，就是所有真正管事儿的人啊，全员降薪3个月，啊，这个带着礼物和500块钱的服务投诉奖，去上门给顾客道歉去了啊，说实在对不起啊，在我们这儿没有得到好的体验。当然，顾客呢最后拒绝了500元的奖励啊，我觉得顾客也还算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吧，或者讲懂事儿的一个人啊。那么胖东来自己就讲说，员工满意了，顾客才能满意啊，毕竟做服务行业嘛。那么顾客满意了呢，公司才能满意，最后3个人都得满意才行。你如果最后我压榨员工，那压榨员工的脸吗？给谁看？只能给顾客看，对吧？那顾客不开心了，那你凭什么公司就能做好呢？Manner 咖啡这帮人，这些被资本挑起来的人啊，就完全不理解这个想法。而且呢，胖东来也讲说，我们还是要让员工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所以你想，他在河南许昌最低的薪水是7000块，大部分的门店都可以高于8000块。刚才我们讲的 Manner 咖啡给的4000多块钱的工资，那是在上海啊，对吧？你就想想这个差异有多大。国人呢，从来都没有那么尊重个人的权利，对吧？我记得在这个我比较喜欢的书是尤瓦尔·赫拉利写的《人类简史3部曲》里头，他讲说人文主义分3种啊，第一种是欧美玩的这种叫自由人文主义啊，个人最强；第2种呢是民族或者进化人文主义，实际上是纳粹。第3种呢，就是社会人文主义，就是咱们现在玩这个东西。咱们玩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要鼓励为了大我牺牲小我，对吧？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啊，这个是我们去鼓励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呢，咱们自古以来就这样啊，这个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这个离了张屠户，还就能吃了带毛的猪了，对吧？就是这事儿离了谁都能赚啊，所以他对个人是没有任何尊重的。要求个体为集体牺牲啊，要求去舍生取义，这个呢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一种玩法。所以呢，咱们现在要求的很多主人翁意识啊，说你要把这儿当家，你怎么可以为了自己就怎么样呢？对吧？他其实要求的是无私奉献，而且是单方面的，就是该你奉献的时候你奉献啊，然后呢需要
这个公司照顾你，需要公司保护你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啊！只要有人投诉，甭管谁有理，一律把你开除掉啊！这就是现在他们在干的事情。那么总结一下，这个事儿到底谁对谁错啊？在这种压力下出现这种事情，其实是正常的，而且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崩溃往往只在一瞬间，顾客跟店员两边其实都崩溃了啊！就不光是店员崩溃了，顾客状态其实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顾客跟店员两个人在当时这个状态下都有巨大的压力，店员投诉3次就会开除，而顾客甭管是上班迟到还是误了飞机的话，估计也是非常巨大的损失，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家就这个最后崩溃啊，大家最后甭管是殴打、互殴还是怎么样了，还是互相泼咖啡粉，对吧？那么最后就崩了。顾客呢，我相信平时应该也不是这样的人，虽然两个人可能岁数都不小的两位女士，应该比我还小一点啊，这个，但是呢，这个到那儿现场就开始撒泼了，是吧？并不是所有的不可能都可以变成可能啊，就是原来咱们都经常讲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刚才我们讲了 Manner 其实面临了巨大的压力，对吧？他做不出来这么多咖啡，然后跟人竞争，对吧？还要卷价格战。那么最后呢，他觉得我只要是再挤一挤，还是可以往前走的。现在这个事儿是走不下去了啊，人是可以再压榨一下，但是呢，这条路的尽头就是什么？就是钢丝会崩断的。现在呢，就是钢丝正在崩断的过程中，这个你想同一天在上海同一个城市里头能够发生了2次这样的事情，那你就想它基本上已经压榨到极限了。那么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当然，从我角度上说，不太会去给人做咖啡师啊，学不会这个东西但是呢，我觉得面对那些为我们服务的人呢，还是要稍微的宽容一点点，对吧？否则的话，这个可能大家的都会过得非常不愉快，对吧？你跟人先商量好了，说，哎，你做得出来啊，做不出来啊，算了，这个大家相互体谅，对吧？那还能怎么办呢？你不体谅他，这个难道就能得到快乐吗？你也得不到，对吧？有的时候这种政策它就是这样定的。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清楚，当时去饭馆吃饭，饭馆吃完饭呢，这个我发现上菜上错了，有一个菜，这个我没有点上了啊，但是我点的那个菜没有上来，然后我就把这个服务员叫上来，我说你这个菜上错了，然后这个服务员说不，一定不是我上错了，一定是你点错了。然后呢，他说我给你拿单据来啊，单据也是他手写的单据，说你看你就是这么写，我当时就这么给你写的。但你说我怎么点的菜，然后你给我写错了，这也很正常。他不，我一定要证明这事儿是你错了。后来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证明这事儿是我错了呢？对吧？这个事儿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他跟我讲，他说如果这个事儿是他上错了那么这道菜的钱是要从他公司里扣的如果是我错了是顾客错了，那么这个事情对于他来说就没有任何责任，对吧？那我说那好吧，那这个事情就是我错了虽然我很不开心很不愉快，那就算是我错了吧，对吧？那你怎么办呢？对吧？他挣的钱肯定比我们还是要少很多，而且很辛苦，对吧？所有的规则制定的对于他来说非常严苛，上错了菜从他工资里扣，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吃错了一个菜，我反正也吃到了嘛，那就认了呗，那还能怎么办？做完了以后，没准我心情还能好一点。如果我这事儿跟他吵到底呢，没准他生气了，真的把一个盘子砸在我脸上，那我拿他也没什么办法。就算我事后我再去这个什么告他，把他抓了，那我也是被盘子砸了一脸，对吧？这个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相对这个生活好一点的人跟这种生活差一些的人去发生争执的时候，这个生活好一点的人一定要礼让一些，对吧？原来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富人跟一个穷人在独木桥上相遇的时候，对吧？这个必须要有一个人退让，那么富人一定会退让，为什么？那个穷人没什么可失去的了，那个富人如果掉下去的话，那这个人生就太可惜了，对吧？所以一定是富人，或者说你觉得你自己过得比别人好，就一定要谦让一点这个是咱们跟大家一定要去记住的一点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那么我们看看有什么评论，有300多人我们还是很开心的。
我办公室的咖啡品质数年如一杯的一致。其实我觉得好多人喝不出来。尼泊尔白咖啡好喝啊，印尼白咖啡好喝。兼具饮料和咖啡于一身，这个没喝过啊，下次试试。晚上好啊，这个糖果妙妙屋啊，这个晚上好，大家好。我看视频视角觉得内部出问题，自己人搞自己人，这个就没法说了。建议老范剁手一台意式压力浓缩咖啡机，一边点评啊，一边手冲咖啡，这个相当吸引女粉丝，好吧？那个东西很贵吧，而且我记得好像要几千块钱啊，而且我觉得很麻烦，因为我以前在办公室有一台那个东西，就是还要专门给它配牛奶，然后因为它要打奶泡嘛，然后还要专门的处理咖啡粉，反正挺麻烦的那个东西啊。这个我实在是对这个事情不是那么感兴趣。我现在喝的咖啡基本上都是3吨半，就是最便宜最廉价，但是这个3吨半大概喝到一杯到嘴里头也要这个4、5块钱啊，也不便宜。你想他还一个大活人站在那儿冲半天，给我4、5块钱，这个所以还是很便宜的啊。清迈的咖啡只要40至50铢，50铢的话，应该也就是8、9块钱呗，其实跟咱们9块9没什么区别吧。但是清迈的咖啡特别甜，放好多糖。今天背景很有小时候温馨的气氛，对，这个背景其实礼拜三就用过了，那个反正我们不停的换。Manner 我其实只喝澳白，好吧。我其实走到四处都是拿铁啊，就是夏天就是冰拿铁，冬天就是这个热拿铁，我走到哪儿都是拿铁。晚上好啊，第一次逮到您的直播，这个不应该吧？但是这个名字确实不常见啊。连锁精品咖啡代表，还有小蓝瓶。小蓝瓶在国内有吗？没有吧？Blue Bottle 我在美国喝过，在国内我真没见过这个东西。第二次赶上直播，这个就第二次我们就不折腾了啊。今天在推里看了Manner 员工的 KPI， 如果是真的，感觉出现这样的事情一点都不奇怪。应该是真的啊，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我觉得像 Manner 呢，这一次应该也就崩塌了。做餐饮压力大，这是肯定的。我记得我当时在清迈，然后呢，点完餐以后就着急啊，想吃东西。然后清迈当地的人就告诉我说：“着啥急啊？对吧？他们一定要叫什么烟烟的，还是叫什么？反正就是不着急，对吧？他们一看到中国人着急，就说：哎，你是中国人吧？然后会嘲笑你，对吧？这个我们反正在国内，特别是北上广深出来的人都特别容易着急。哎，好啊，又来了一个，你这个肯定不是第一次啊，这个能见到，来晚了不晚，又第一次啊，这个是比较友好的。网站上看到 Manner 的咖啡品种，实在不觉得有啥太精品。Manner 说现在已经有500多间直营，现在它有1000多间，1000多间啊。第4次在休斯顿赶上直播了啊，这个欢迎。2个视频都是店内摄像头的视角，难道店家自己传出来炒作的？哎，这是一个很棒的点啊！其实是什么？就说明他整个的管理已经崩塌了，就是他下面的很多人也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不合理，对吧？一定是有大量的可以接触到这个视频的人啊，他们拿出来去传播了这件事情呢。肯定不是 Manner 店想去干的啊。Manner 店最想干的就是把人开了，然后不会有任何声音，然后新的人接着坐在那儿做咖啡，你这种传出来是不会对 Manner 有任何好处的，对吧？像有些传出来会有好处，你比如说，这个当时的是叫谁的？有一个韩国面包店啊，当时被上海的是克里斯蒂娜还是什么我忘了啊。就是韩式的这种面包店啊，连锁店，它呢被上海的防疫部门给处罚了，对吧？然后那我要去面包店里单独买一份面包吃，我要支持他一下。
啊，然后在这个呃叫什么啊，胖猫跳江以后，只有麦当劳的里头啊，是所有的都是完完整整的外卖，没有空包装，而且连各种赠送的小礼品都一样不少的时候，那我要去麦当劳再去点一份麦当劳吃，我要去支持他一下，对吧？但是像 Manner 这种店啊，我本来喝的也不多，出了这样的事情以后呢，我觉得就是叫啊，没有消费就没有伤害啊，我们就不去消费就完事儿了。啊，就彻底的跟他没关系了。所以这种东西啊，Manner 店是不会自己往外放的。手冲也有机器啊，效率不比意式慢。但是从这个视频里看，这个家伙，这个男性咖啡师正在取着一个很细嘴的那种摩卡壶在那冲呢，对吧？而且冲的还很认真。这个点赞啊，感谢。咖啡馆位置很重要。我1997年开过近半年，哎呀，开咖啡店，这个还是很辛苦的。冰萃喝起来不错啊，特别是如果不善于掌握，冲泡的啊，而且方便。头天晚上咖啡沫加在冰水放冰箱，一晚上就可以喝了，只要咖啡豆好就成。但我现在看到冰萃都不是这么做的呀，我看到冰萃都是，就是把咖啡搁在底下，然后上头是一个大的冰球，然后它一点一点滴下来，啊，再把这个滴出来的那个水再收集起来，然后做的冰萃。当然我也确实见过这个，搁在冰箱里就是冷水萃一晚上的也见过啊。现在我老婆开始喜欢喝冷萃茶，就是，头天晚上把这个冰水和这个茶放在一起，然后搁冰箱里搁一晚上，第二天拿出来喝。啊，这个确实口味不太一样。啊，意式机有高压蒸汽啊，可以冲出咖啡里面的油脂，我喜欢，香。我现在看到有很多人在那个冲意式咖啡的时候，底下放一块黄油，就是先把一整块黄油放底下，然后呢再放咖啡粉，压好了以后呢，搁在里头去冲，然后它冲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黄油从那个这个粉勺下头这个伸出来啊，就像这个压面似的啊，非常解压，而且做出来那个咖啡呢极香啊，它就有点像那个黄油啤酒那感觉。咖啡作为饮品是门好生意啊，我觉得我喝咖啡应该没有瘾，就虽然我每天喝的不少，每天至少是1到2杯吧，但是不喝呢，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感觉。如果上 AI 机器人，那实现全自动做咖啡就好了，何必呢？对吧？你直接卖瓶装咖啡不就完了吗？干嘛还要上 AI 机器人呢？星巴克不就卖瓶装咖啡吗？对吧？这个你喝的就是人家给你手冲的这个服务啊，你如果没有手冲这个服务，你就不愿意付钱了。如果是机器人呢，一开始新鲜2天还可以，后面你可能也只能卖瓶装咖啡的钱。超市我只喝冰美式啊，我超市有时候也喝冰拿铁，它就是在给你搁一些浓缩奶在里头。咖啡师收入还没有厨师收入高，这个叫个咖啡师呢，也就是自己要点调性啊，他绝对没有发出正儿八经咖啡师的钱来。没那么复杂，现在的高档自动咖啡机就很好了，只是咱们不那么喜欢，自动机啊，半自动比较容易把握自己的喜好，我是喝不太出来。我的情商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的杠头脑袋还是想说，如果上淘宝或者京东搜一下，摩卡壶是另外一种。哦，对，我知道你说的是哪种，就是有一种是那个，就是上下分2节的那个东西啊，就是那个东西叫摩卡壶，但是那个它小细嘴那个玩意儿叫什么玩意儿？我可能不太确定啊，这个因为我对于这个东西确实不是那么懂。我也是情商有点不好意思，我以为摩卡壶是放在火炉上烧开水，蒸汽，对，是那个是那个，我说错了。跑步回来啊，报个到啊，老范和大家周末好。你好，你好，我在家里用摩卡壶煮咖啡喝，是，偶尔用用啊，例如拍点有氛围的视频片段，对，这个摩卡壶其实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通过一个痛苦的过程，然后让自己觉得稍微的享受了一下。我周末在家早晨也用摩卡壶啊，这个，哎，但那小吸嘴那玩意儿叫啥来着？好像也有个名字啊，但是那个玩意儿我就不知道了。说真的，如果是我，我也忍不了这样的工作强度，一个月4000多，太不尊重劳动了，真的很难维持好脾气。是的，摩卡壶相对，那它那个东西是不是叫手冲壶？适合兑奶喝啊，这个不了解。手冲咖啡对于我来说很酸啊，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还好，就是，我记得在法国喝的那种就特别小的那个叫 espresso 还叫什么东西，那个是感觉有点酸。我早上喝冰萃，睡眼朦胧，倒出就能喝啊，不用现煮。是的，酸一般是温度没有掌握好。哎呀，你看你们又开始聊吃的了。那女的先踢的，是那个女的，反正大家都不太理智啊。我觉得酸不酸主要是看豆和烘焙啊，这个你们吃了就好吧。冰萃好像不太会酸啊，是的，这个没喝过啊。优惠券应该念优惠券，好吧？我觉得我念的是对的啊。这个北方人都是这个，我们是说普通话的啊，优惠券。你那个是南方话。学过各种拉花啊，不敢喝外面的咖啡，也都是科技与狠活啊，一定有小强。制冰机绝对啊，这个我觉得你没必要这么不信任大家。都到意式那个浓度了，还有啥酸味啊？这个不知道。我是在超市买的零麦咖啡豆啊，一般烘焙中规中矩，应当不会太不靠谱。是的。但咖啡豆我是没买过啊，它反正也是分很多种。我有一次是真的，就是有几次吧，就是到这种小的咖啡店里，人家真的问你说你到底要喝蓝山啊，还是要喝什么哥伦比亚呀，还要喝什么东西？但是呢，就除了贵一点啊，他那一杯咖啡可能也是20-30块，但不是那么贵。真喝不出来。对，我有个朋友说去过便利店的咖啡机很脏啊，这个就不研究了。大约4个月前看了一条新闻，瑞幸在上海的门店不招聘上海籍员工，引来了部分用户的抵制。很巧，自那以后我没喝过他们家了。这个，哎，瑞幸为什么不招聘上海员工？上海员工是不是还是比较矫情，或者要求太高了，是吧？这个我觉得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呢，你把它拿出来说，这事儿是不对，就是很多事儿是能做不能说啊，意识也可以泡出不能的，这个就不了解了。听说是因为在场线上线下订单都想排队，只因为自己5分钟上班了，一直强调时间，可否先做，然后，哎，这个反正大家都是压力很大嘛。美国超市卖的都是星巴克或者雀巢那种，呃，这个量贩豆吧，啊，这个不知道。便利店的咖啡机估计主要是咖啡沉淀那种脏，其实我觉得还好，它只要是量大都不会那么脏，而且，他们也会认真清洗的吧。便利店说的是有蟑螂，这个我觉得我们就不研究了。像我有时候去便利蜂还会打一杯他们家的咖啡喝呢。大约4个月前啊，这个又看了一遍，这不就是杨家事件的小号翻版吗？是这样的。前2天还有一个也是一个老实人被人欺负狠了，上去把人一家4口干掉了，对吧？这个就是你欺负人欺负习惯了，那最后，总是有这个被人收拾的一天啊。天然屏蔽瑞幸，我其实还是挺喜欢瑞幸的。也有比较贵一些的豆子啊，比如 Costco 的这个1磅$7，这个超市零卖10刀，超市美食超市18刀，Whole Food 应该是更贵吧？你作为美食超市是不是 Whole Food？咖啡的口感和香气大部分都留在油脂里头。其实因为我是比较爱喝拿铁，所以呢喝不太出来，就是都被牛奶的味道冲掉了。
敢和服务员冲突，天气燥热，情绪失控，一不小心就会直接去见马克思啊，和东航那架飞机一样啊。这个东航的飞机最后没有结果这个差10分钟就迟到了，还点慢咖啡 ，Manner 咖啡啊，本身就存在矛盾啊，就像是快迟到了还拼车，然后赖司机啊，这种事儿经常干，在国内这种人很多的。我现在就喝超市买回来的 Maxwell 和这个咖啡粉哈，这个我是从来不费这个劲3顿半，如果你们没有那么高要求的话，强烈建议啊，还是不错的。3顿半是淘宝第1品牌还好是咖啡店泼出来的咖啡这要是猪肉摊、水果店，这个手起刀落，送你见爷爷奶，这个就算了，咱们不研究这个了。那是肯定了，手冲什么都被滤掉了同时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根本不可能萃取出意式的那种极致。好吧，看来还是意式好喝哈。资本家不作恶就不是资本家了，是慈善家。这个不能这么讲啊。原来我们都讲马斯克是资本家，对吧？但是国内这些企业家跟他比起来一定是很多了马斯克给他的工厂员工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待遇。我以前是拉瓦扎，这个好像是那种，是不是那个不锈钢的那种，就是那种铁罐的？好像是啊。还有问是不是来自卡城 ？AK 正在犹他州用星链直播，好吧？那间韩国人巴黎贝果巴黎贝甜吧？主打是只用拉瓦萨，对，好像是他，是巴黎贝甜。当时我还跑去专门买了他们家的这个是巴黎贝果巴黎贝甜，买了他们家的这个面包还出来拍张照片晒过一次。我兴冲冲跑去喝然后觉得店里冲泡的乏善可陈，其实还好了。其实我觉得豆子很多时候也是凑热闹，就喝个物以稀为贵，其实是这样。胖东来创始人是从一线做起来的，也没接受第三方投资可能因为这样所以管理风格上不太一样吧。我觉得呢，他就是想明白了没有说是他从第一线做起来怎么样。那边京东对第一线员工也狠着呢，对吧？这个刘强东是原来蹬3轮送快递的，对吧？在这个链摊卖 SD 卡的，他也是一线做起来的，他怎么就对下边人那么狠呢？这个还是有的人想得明白，有人想不明白。上海还有4000元的工资这个我原来也没想到离职率一定特别高。其实加上频繁培训不一定省钱，但是老板就是这么想的，说我哪怕培训了，对吧？这个我还是发的钱少，他就觉得划算这个很多的老板都是这么想。这种事情没底的人家磨咖啡机比我的咖啡机还是贵出许多，对。那么奶壶啦也都很贵，这个就不好说。还好不是泼咖啡这个大家还是比较理智的，就是还是泼的咖啡粉，泼咖啡就比较危险了。今天看《一如既往》这本书讲到这一点，利好都是累加的，崩溃从来都是一瞬间，是的，而且现在可能这种瞬间崩溃的事情会越来越多作为客户真的要宽容一点，是的。影片里两边的每句话都是压垮双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工作年轻是人矿，35岁后是人渣，40岁后是什么？老阿姨土气太累。你像我这种就是已经是这个老范对吧？这个你像我都50了，对吧？现在经济稳中向好面对服务业，我都是客客气气，就怕变成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抽出刀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相对来说温和一点。这个一如既往的善良，你不善良怎么办呢？是对自己这个不负责任，对吧？做事留一线，对。
最普通的单品豆都是比意式豆贵3倍左右。哎，意式豆跟普通豆不一样吗？这我还真不知道。从来不敢投诉，避免冲突，不去人多的地方，保命最重要。我觉得投诉不是什么问题，我有时候也投诉啊，这个人家做的不好了，我也会投诉。但是呢，投诉就投诉，你投诉完了呢，第一件事是你要先，比如说我坐滴滴啊，我要投诉他，我一定要先下了车我再投诉，我不可能坐在车上投诉，那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吧？啊，然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定还是要自己站在道理上。在墨尔本上班时也是不少人点咖啡，但是如果人多，不就是在旁边等吗？实在不行，不就是时间管理的问题吗？这个国内真不一样啊，国内真不一样，不谦让，火锅扣头上了。这个也有啊，这种事儿以前是发生过的。穷人失去的只有贫穷的镣铐。是的，一边看欧洲杯一边听讲故事啊，那谁赢了？人在不如意的时候就容易不宽容。是的，大家都不如意。就我相信他这2个顾客现在大家也不如意，一定是这样的。第一次留言啊，这才是比较善良的人啊。这个是第一次吗？好像是啊，平时不多见。昨天去外面吃饭，有一道菜差了点火候，问服务员为什么不接受提前订餐点菜。服务员说，如果帮客户订了不来，他要全责买单。问他订了会不会有提成，他说没有。对，这就是制度的原因啊。你的制度就这么定的，那么你就不要想着说我能够多挣出这份钱来。以前是711，1.5块一杯的自动咖啡机咖啡啊，这个我还真没喝过，711的没喝过，我原来是喝过那个叫什么东西，就是有时候在那种上海有些大的超市里还去尝试啊，但是后来都是瑞幸了，我是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瑞幸。老范最后说的好啊，你要是觉得比人家混得好，就宽容一点，是啊。还有饭吃的朋友啊，说服自己宽容一点吧。这个对啊，又能怎么办呢？没有办法。3顿半的口味不错我从前出差去北方就带3顿半出门我只要离开家基本上都是这个叫什么呢？瑞幸啊，而且是美团瑞幸啊，或者瑞幸直接让他送过来啊，那个速度还是很快。像咖啡机、制冰机这种都不适合家庭，我觉得也是很麻烦。冰美式还是最爽，我是不喜欢冰美式，我就喜欢拿铁。我现在开始做社区咖啡，卷到7块7，这个业主是做高定蛋糕的啊，这个是好吧？啊，你看这叫 Cake Shop 啊，这个蛋糕店。有严重咖啡敏感啊，喝咖啡会有心悸啊，这个你好吧，少喝一点。我呢是以星巴克的剂量来计，每天可以喝2个超大杯啊，第3个超大杯下去呢会心悸。澳白比拿铁奶味浓啊，那好吧，那就更牛奶更多呗。我走到哪儿都是美式，这就是想减肥的人。喝拿铁最保险啊，难喝不了，也不一定啊。像太平洋的拿铁就会更苦一些，星巴克的拿铁其实味道更淡或者奶味更浓一些。冰拿铁也很好，是的，但是冰拿铁呢一定让它少放点冰，要不然真的是这个半杯子冰在里头。第一次赶上直播，你说你是至少我看到你说了3回了贾嫣嫣了啊，对，贾嫣嫣啊是告诉你不要着急。对，这就是一个梗。第一次活捉你这个好像这个是不常见的名字啊 ，Breaker。点赞了，点赞了，对，没点赞的去点一个。擦烟烟啊，是这个我就念不太对了。这背景啊，北京大爷在四合院里跟大家唠嗑的感觉。是啊，发现新加坡好酒店都标配咖啡机，可惜我不会用，也不爱喝。他们配的是那个什么吗？是那种胶囊咖啡机吧？
反正我对胶囊咖啡是没什么感觉啊，这个以前办公室里有那个东西啊，反正喝着感觉一般。Manner 为何不像 Luckin 负面负面报道而这个热火？Luckin 是你只是说我是做了假了，对吧？他做的是这个叫什么呢？做的是这个等于内幕交易啊，他是这样的作假。但是呢，Luckin 你咖啡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呀，大家还是老老实实的喝你的咖啡嘛，你该打折打折嘛，对吧？这个事情并没有任何问题。而现在你等于你是在欺负人，把人不当人看啊，这是大家不能容忍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你毕竟也是打了顾客了嘛，对吧？这个大家也是觉得很不爽啊。而且我觉得由一帮心怀怨恨的人去给我做咖啡，那个咖啡一定是不好喝的。你像这个人家老外养牛都是要让牛开开心心的，然后这个一不注意干掉，然后把肉吃了，对吧？觉得这样的肉最好啊。这个现在你想做咖啡的师傅都是已经给压榨成这样才给你做出咖啡来，你是能够从咖啡里头喝出那种怨恨的。我上次在清迈一家最有名的泰餐厅吃饭，等菜等了太过分了吧1个半小时有点过分了，我觉得半小时还是可以忍耐的，1个半小时有点太夸张了。山姆超市的咖啡豆啊，自己磨豆手冲或者摩卡壶都不错啊，好吧。这酒店房间的咖啡机更不能用啊，这个是巴黎贝甜啊，巴黎贝甜对啊，坡县也有，好吧。崩塌不了啊，这是顾客的问题，50一杯的都不崩啊。我在新浪上班的时候，我叔叔去了一趟，在门口坐了10分钟，就说，这走路节奏受不了啊，这个顾客太巨婴了。当然，本质是公司压榨大，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顾客呢，肯定也是压力很大，公司压力也很大。巴黎贝甜，对。精品咖啡豆半磅过百啊，这个没喝过。细腿不是叫手冲壶啊，这个看来是前面讲错了一点，问题不大。摩卡壶是那种煮完了虹吸出来的啊，我知道，就是那个细细的上下两节那个玩意儿。公道自在人心啊，但当环境压力太大的时候，总会有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现在社会的戾气太重啊，还是小心为好。其实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两边都有错的一个事情。你像胖东来就是说，这个领导没有定好规则，领导发钱，啊，下边执行的人啊，我给你点钱，让你受了委屈了，这才是正常大家想看到的处理方法。黎阳啊，这个说第一次赶上直播，大概率都不是第一次，对的。最细的那种是土耳其咖啡啊，我还没喝过。哎，那种就是搁在沙子里头晃一下，然后那个上边就开始冒泡那个玩意儿，就是土耳其咖啡。那个我好像喝过，但是觉得很苦，也没喝出什么东西来。啊，胶囊省事儿，胶囊很麻烦又贵，然后那机器也很贵，然后还得配奶啊，那个机器就属于特别麻烦。咖啡的油脂不是油脂啊，这是什么东西？这小伙子应该得拘几天了吧？我觉得进派出所这事儿越早越好啊！突然为自己感到了庆幸，这什么话？我在伦敦市中心地铁站开的啊，后来被当年移民过来的港包高价收购了，哎，这也挺好的。我在家喝摩卡壶煮的咖啡，放点椰子奶、椰子奶油啊，放 half half 啊，这个椰子奶油让口感更加醇厚。这个你们实在是很会享受生活。AI 机器人为何不半成品冲速冲，口感非常接近啊？这个其实大家卖的不是你冲的，还是半成品，还是直接冲的啊，而是这种啊有人伺候、有人服务的那种感受啊。土耳其要土耳其火，豆豆要
磨得很细啊，这个就不知道了。超市咖啡机都是速溶的啊？不是啊，上面是有豆的，你能听见在磨豆的那个声音。聊点啥啊？待会儿还有一个话题没聊呢。考虑给张雪峰老师充值吗？不充。现在其实已经充不上了，就是他已经把能卖都卖干净了。现在就等出分了，下礼拜2出分，然后呢，准备开始报。然后我现在已经在看大报纸了，就是那个招生简章已经下来了，现在就分没出来。罗森咖啡机用的就是盒装奶，他们好像用那咖啡机还是一种很特殊的奶，叫冰博克还是叫什么东西啊？就是以前我们办公室有那咖啡机的时候，就专门买那种奶。不过确实味道一般。细嘴的是手冲壶啊，好吧。点火的是这个，好吧，这个看来是讲错了，手冲壶。摩卡壶很方便，我觉得还是很麻烦的啊。鹤嘴壶，你看又来了个新名字。法压壶是什么东西？我没见过这东西。底下放黄油，好主意，我来试试。下面放块红烧肉冲咖啡啊，没准红遍欧美，你试试吧。但我觉得黄油还是可以的，你在网上可以找点教程，就是专门做这种黄油咖啡的。他们网上很多人做这个教程。然后还有一种教程是什么？就是那个冰的是什么？是冰拿铁还是冰美式？就是他冻一个冰杯子，然后搁在那个一个大的玻璃杯里，那冰杯子可以飘在上面，然后把那个咖啡倒在那个冰杯子里头，然后冰杯子底下融化了以后呢，那个你会看到那一丝咖啡从那个上面漏下来，啊，这个很多人觉得看了非常解压。我在单位时摩卡壶冲咖啡，好吧，你们单位够闲。法压壶，回头我研究一下。爱乐压是什么东西？冰萃好啊，很多人都说这个 espresso。对，早上起来喝冰的不拉肚子吗？这个拉肚子其实不是喝冰的，拉肚子可能是你过敏。穷人没耐心，所以我只选雀巢速溶。我还是建议你喝3顿半啊，那个比雀巢速溶感觉好。酸是豆的产地。我其实做冷萃就是用法压壶啊，过滤也省事儿。烘焙，冰滴是很低咖啡因的。哦，这样的，我们喝的就是咖啡因。家里小强2、3点也很多，这是什么东西？那个细嘴的热水到漏斗里是手冲壶啊，是的。蓝山只是风味，很多人觉得蓝山是豆的种类。对啊，你看我就不懂嘛。我出门一般用这个爱乐压，或者是直接挂耳。我觉得挂耳很烦啊，我特别讨厌挂耳。这个就是你还得折腾半天。另外，咖啡馆那种机器是半自动咖啡机，全自动是酒店自主早餐的那个啊，那个叫半自动。对，那个是个什么机器还没玩过啊？想想我还好啊，一直对任何店员都很客气。是，这个不客气很危险啊。付费能力断崖下跌啊，但对消费体验的要求一点没少。我过去1年看到的情况是这样啊，卷完价格卷服务，一线对接客户的员工啊就成了牺牲品。是的，那么最后就崩呗，那能怎么办呢？玩不玩返还 DLC？我担心我打不到哪儿。虽然我买了，我买的是599港币的带 DLC 的版本，对吧？但是我怀疑我打不过去啊，也不是意式好喝啊，各有各的喝法。东航事件已经有完整报道，国企没钱赔，又不想惹供应商啊，学马航，消息平调，好吧。边洗碗边听啊，
洗完碗忍不住泡了杯胶囊，好吧，胶囊我是真的没觉出有什么好来，胶囊还挺贵的，这咖啡机也贵。正常冲一杯手冲要5分钟，要考虑水温、流速等因素，否则风味会差很多。是的，当年我在首都机场里面喝过一次意式，巨难喝。你都到那儿了，哎，我在首都机场一般也就是星巴克或者首都机场有瑞幸没有？好像有啊，好像有。现在美国下馆子的内卷，感觉是服务员的钱好挣啊，这么多小费，这个真没觉得。喇叭赞是真的酸啊，这个没喝过。意大利品牌，加上磨豆，加上滤纸，加上2分钟左右的手冲，差不多5分钟左右啊，这么算的。打卡好，不会打奶泡啊。近些年来企业的培训支出一直在下降，连锁店员工流失率30%左右，双向挤压，愿意花大成本培训员工的企业，不至于把员工压成这样。例如麦当劳，是的，哎，就有很多人呢，就属于看不到别人苦。我晚餐冲意式浓缩，这边煮那边做三明治，然后大喊一声咖啡好了，好吧，这个意式豆烘焙会比手冲豆重很多，这个你们就不要再去研究这个了。意式咖啡我要准备快速的把它过完。在餐厅吃饭时，如果投诉菜品时，千万等所有菜上齐了以后，对，否则的话会很危险的。不喜欢喝咖啡，加糖怕糖尿病，不加糖感觉酸啊，倒是不怕苦。我现在都是不加糖，但是加奶。直播来晚了，我一般一天喝3杯没啥问题。沙发 Manner 挺好的啊，单独看了视频，应该是其他同行眼红 Manner 生意搞事情的。我是从来不信这个，你这个就属于是我相信 Manner 好，然后其他的恶意通通都是阴谋论啊，这个我不信。这个是雀巢把胶囊做出花了。Manner 是一杯一杯做，所以慢啊。瑞幸刚下单2分钟就做出来了。瑞幸其实也挺苦的，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人报道说瑞幸规定多长时间洗一次手，然后最后在瑞幸工作的员工的手都洗烂了。报道了以后，瑞幸说那我们注意这个事儿了，我们以后要求少洗一点。想把 X 点赞私有化了，你怎么看？对你有影响吗？我觉得没什么影响，因为我用 X 本来用的就少。我也喜欢喝拿铁，这几天天热，这个每天基本上喝1500毫升的量。这个其实拿铁这东西是这样，就是你看里头到底放多少个这个就是浓缩。像那个为什么我强调是星巴克超大呢？就是它星巴克是中杯、大杯、超大杯啊，中杯跟大杯里头都是一个浓缩超大杯里头是2个浓缩。我真的是第一次，好吧，就算你第一次吧。同事送我土耳其咖啡难喝啊，太细太苦。我记得我当时去这个叫什么地方，马来西亚还买过他们家的这个什么猫屎咖啡，后来也都被我扔了。沙子里冲泡的，冒泡的，我觉得是不是糖啊？那个我还真不太了解，反正就觉得很神奇。土耳其咖啡可以算命啊？为什么？可以泡咖啡啊，打奶泡，这个没玩过这个东西。胶囊成本太高啊，比瑞幸还贵。是的，胶囊太麻烦，老头环 DLC 还远着呢。对，那顾客的处境跟员工是一样的，他自己上班去晚了，和咖啡店的员工没什么不同。这个实际上就是社会的压力嘛。不早说，喝白咖啡忘加椰浆了。土耳其是咖啡未放在小壶里边煮，这个我就不再跟大家这个普及咖啡知识了。星巴克咖啡全是奶，
这个还是有一点的，就是说吃亏趁早，好吧。我天，你们发了多少留言？我要快一点了。黄油咖啡是减肥喝的啊？为什么？喝了黄油进去怎么减肥？可乐是越冰越甜，咖啡是不是越冰越不苦？没感觉啊。我喝拿铁会加20克淡奶油和牛奶。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喝拿铁吧。速溶其实也有好的，没喝过。现在有冻干啊，冻干像我刚才讲三顿半就是冻干的嘛。哦，我见过那个爱乐压这个东西，但我从来没用过，也没喝过。法压壶可以泡茶，好吧。越南咖啡基本上属于手冲咖啡，没喝过。晚上好。这个咖啡有这么多，对，咖啡其实很多门道，但是这种门道呢，更多的其实是一种文化，让你觉得，我有文化了，我喝了以后这个就更好喝啊。其实大家消费的是故事，不是咖啡本身。夏天喝冰滴咖啡是口感清爽回甘，胃不好少喝单品咖啡啊。这个好吧，问问那个数学的小姑娘喝咖啡不？这个俺们说数学家是把咖啡变成定理的机器，我喝多少杯咖啡都不心跳感觉啊。这个好吧，那个小姑娘应该是明天，对吧？这个江平明天参加决赛，希望她考出好成绩。在日本，全家跟罗森便利店打过的工，牛奶都是跟超市里边卖的是一样的奶。在蛋糕房打工的时候用的是明治盒装奶啊，一直以为这种采购量的都是会自己专用的奶比如一个白盒那种，这个其实多一个品类，它的整个的管理成本会上升非常多的，能够减少一个品类是非常省钱的，特别是对于日本人来说。胶囊的卖法是跟剃须刀一个模式，对，机器交个朋友拼命卖那个胶囊，但他那机器也不便宜啊。有人手冲胶囊咖啡吗？这为什么呀？我做越南咖啡是那种杯子上放铝制过滤器的滴漏啊，放炼乳，这个好吧？越南咖啡还是一种专门的咖啡吗？不晚，手冲性价比高啊，3段式冲泡，这个就不说了。主要是进了关，等待的时候没事干啊，里面没有啥正经的咖啡店。看完《头脑特工队2》回来，电影不错哦，回头我去找找。最爱卡布奇诺的奶泡啊，我是不喜欢。拿铁从来不加糖，是的。那些连锁店培训是不是就是排队，喊鸡血喝口号啊？这个其实不一定，你至少你得把咖啡冲出来吧。美国服务业现在是真的蛮夸张的，买一碗普通冰激凌16刀啊，多大碗啊？再加10%的税，再加小费，你是什么冰激凌？16刀，你16刀，我觉得可以买那个，你像16刀快100块钱了啊，这个16刀100多块钱了，对吧？你可以买一大桶啊。我曾经大早上去瑞幸买咖啡，他们比商场开门早多了啊，这个还真没注意。现在瑞幸有各种吃的东西还可以。为什么中国变态这么多？比如去餐厅投诉，要等菜上齐了。我觉得正常人不应该，做出很变态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却是大概率。这个其实就是叫什么呢？就是压力大，对吧？你不尊重他，他也就不会给你尊重。2倍追啊，好，追上，要小杯。不睡觉，还有一故事没讲啊，不行了，赶快讲下一个故事了。这个我看看啊，还有什么？大家还在探讨喝咖啡的事情。
这个以前看过越南胃不好的话，大家上班摸鱼来了啊！第3次赶上直播，对，赶快开始第2个故事了。好，我们要开始第2个故事了啊！伊利尔再创业啊 ，SSI 到底是做什么的？伊利尔呢，终于有新动向了啊，创业了，做的公司呢叫 Super 啊，不对，叫 Safe Super Intelligence 啊，叫安全超级智能啊，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这个公司到底干嘛的呢？啊，它首先公司非常扎实啊，目前呢是3个人，一个是伊利尔，他这个姓怎么念我就不念了啊，因为它实际上是个俄文的姓啊，这个比较绕嘴啊，以色列裔加拿大人啊，实际上也是个犹太人，因为山姆奥特曼也是犹太人啊，这也是个犹太人，出生在前苏联啊，所以他有一个俄罗斯姓，精通俄语、希伯来语和英语。这个他的合伙人呢，第一个叫 Daniel Gross 啊，一位企业家和投资人，出身于以色列啊，这也是一位犹太人。然后还有一个人呢叫 Daniel Levy 啊 ，Levy 啊，他呢是伊利尔的旧部，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犹太人，可能也是啊，这个不好说啊。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团队。算力上呢，因为我们说这个人才、数据与算力决定这种 AI 公司的高度。那么人才这事儿肯定没问题啊。伊利尔呢，就算是在这块上最大的大拿之一了。算力呢，这位 Daniel Gross 跟 Knight 啊 Friedman 联合创立了这种算力云，他们呢是有3000块 H100啊，这个3000块 H100呢，还有一个人我看到文章上写的特别逗，他叫什么呢？就是他们可以使用5吨的 H100，因为每一块 H100的重量有1公斤多一些，3000块呢大概有5吨重，啊，这个显卡还是很重的啊。但是这个里头出现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比较有意思啊，叫 Knight Friedman，啊，这个人是干嘛的呢？他原来是GitHub 的 CEO，在去年11月份，董事会把山姆奥特曼干走了以后啊，说我们要请一个临时 CEO 来，就是这个叫 Knight Friedman，就是他，对吧？他请来了以后说啊，我诚惶诚恐啊，然后这个你们想怎么干啊？咱们接着干。他实际上也没说什么，然后等山姆奥特曼回归了以后，他就走了啊。所以这个他是跟这个Daniel Gross 啊，算是联合创立了算力云啊。然后呢，现在 Daniel Gross 是投资和参与了伊利尔新的公司 SSI 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你说我们现在已经有算力了啊，有人才了，那数据哪来呢？现在的数据其实比以前要好获得的多，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可以直接让大模型生成数据，这样的话质量更高啊，可控性更强。像 Llama 3的训练，实际上就是用大量的 Llama 2来直接进行数据处理、数据预处理以及数据生成啊，那么它就可以训练出这么厉害的 Llama 3来。那么现在伊利尔估计也会走这条路。那么人有了，算力也有了啊，数据呢也有了，对吧？它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到底什么是安全啊？说它是跟这个山姆奥特曼吵架，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山姆奥特曼做的东西不安全，对吧？而且不安全是非常危险的啊，会对人类造成损害。说不，我要出去，我要做一个安全的，而且叫安全超级智能，对吧？要是做这个东西，那怎么叫安全呢？实际上，现在的安全需要重新去做定义了啊，哪一个比哪一个更安全一些，对吧？到底做了哪些事情算不安全？这个事情是需要重新去定义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安全啊，是像核安全那样的安全，而不是信任和安全那样的安全啊。这个是伊利尔讲的原话。那我们来想想，什么样的东西是像核安全一样管理？核安全到底是怎么管理的？第一个啊，我们来对所有的数据进行记录，一共有多少颗核弹都得记上，对吧？哪颗核弹在什么地方，全世界的人都得知道，哎，不能说哪儿多出一颗核弹来，这是不允许的，至少大的是不允许的。然后呢，还要有这种叫核不扩散的这种协议，而且还要有各种承诺，说，哎，我们承诺不优先使用核武器，对吧？而且知道核武器这个东西一旦使用了以后，对整个的人类、对整个未来的环境和很长一个时间都是有巨大伤害的。这个是核安全，而这种信任和安全呢，就是说，
就是我相信你不会干坏事啊，至于你以后万一干了次坏事呢，我还可以再原谅你几次，对吧？这个是信任和安全，所以伊利尔呢是准备把 AI 安全作为核安全的方式来去管理的啊。那大家想一想，他会怎么来管这个事情？那么如何做到安全呢？啊，这个伊利尔讲了说，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和产品，就是做这个安全超级 AI 啊，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想做啊，也不会去做 APP，也不会做什么这些东西啊，而且呢，没有时间和财务上的压力。现在呢，他讲OpenAI 搞成这样，为什么呢？是因为有财务压力啊，你需要烧更多的钱，这个钱不够烧的啊，你必须要不停的再去融资。像我们以前也讲，你只要开始拿投资人的钱了，开始融资了，就相当于是在脖子上套了一条绞索，对吧？这个投资人会催着你往前跑的啊，他会有时间和财务上的压力啊。所以伊利尔说我没有啊，我就耐心做这个产品，而且呢，他是希望通过工程突破而不是各种临时技术措施来去保证安全啊。大家注意啊，伊利尔本身你说他是科学家也可以，但是呢，实际上也是一位工程大师。待会儿我们再讲他为什么是工程大师啊。他呢希望将安全和能力作为一种技术问题通过革命性的工程和科学突破加以解决。他希望能够把安全问题直接解决掉，而不是像现在似的四处打补丁，对吧？现在解决安全问题的方式就是打补丁，然后靠人投诉，然后投诉了以后调整，然后再打补丁，对吧？这个就是叫临时性的技术措施，他说这个事儿是不行的那么为什么说伊利尔是一个工程大师呢？这个大模型的本身就是一个工程学方面的量变达到质变的一个案例。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其实他们做出大模型涌现嘛，它叫涌现的过程，在这之前他不知道这个玩意儿会变成这样。科学一定是什么呢？科学一定是我预期是这样的，然后我做完了以后真的按照我的预期做出来了，或者没做出来，那我再怎么调整实验方案，这是科学，对吧？验证一下。但是工程的东西就是大力出奇迹这个我只要往上堆完了以后，堆到一定成果以后堆到一定数量以后，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出来。这个就是大语言模型的现实，就是这样的。那么伊利尔呢，本身就是大力出奇迹的发明人，对吧？这个咱们前面总是讲这个 scaling law 就是这种规则法则或者叫规模法则，就是伊利尔提出来的，说你只要把模型加大，就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如果不够好，再加的更大，对吧？更多的参数更多的这个数据一起来训练，上更多的 GPU， 上更多的内存，这个东西就是他发明的，对吧？那么他应该会用工程学的方式或者革命性的工程学的方式，进一步加大模型的尺寸可以做出一个更安全的模型出来。所以呢，伊利尔大概率会干嘛？大概率会先憋个大的，对吧？直接推出一个超越其他大模型的一个大模型出来，然后呢，才能成为模型里面的标准制定者与执行者。现在的大模型里头其实是没有标准制定者与执行者的。什么意思 ？OpenAI 想去干这个活说你看我第一个出来了，我用户量最多，然后用户最喜欢，我能不能成为标准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呢？大家不乐意，因为他需要跟所有人竞争，对吧？谷歌要跟他竞争这个亚马逊包括这个 Anthropic 要跟他竞争这事儿不行不可以。那么如果说有一个人说我不跟大家竞争，对吧？我直接做这个第三方的评测我来去比大家都强，我来去做标准的制定者与执行者那这个事儿是有可能的。我举一个案例，像以前我们做安兔兔，对吧？他给别人跑分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如果他自己把自己说我有一个立场，那他这事没法整了。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是带着安兔兔的创始人去见各个芯片公司的老板，干嘛呢？希望他们把安兔兔买下来。然后后来好多人说我们不能买你，买了你以后你就没有中立性了，这事儿是有问题的，对吧？所以呢，这个伊利尔做的这个 SSI 有可能是一个有一定中立性的最好的大模型，它就可以帮所有的模型厂商去实现这种叫做安全检测、安全防护这样的功能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的市场前景有市场前景。那么这样的这个公司的这个组织架构呢，有可能又要出一些幺蛾子，因为这些年来这些公司就不停的在设计新的组织架构，甭管是 OpenAI 还是 Anthropic
都在设计新的组织架构，不要让资本去压力给他一定的压制怎么样。但是现在这个怎么说呢？他们这个又要发生变化了，因为 OpenAI 现在说我要上市，对吧？这个你要上市的话，那这个事儿就不要再想什么其他的了，说我怎么不被资本控制，不被这个投资人牵着走这个就甭想了。你上市了以后就得老老实实的为股民服务，对吧？原来你不上市呢，一帮人还说，哎，我们信任你，对吧？我不告你，你拿了我的钱下去瞎搞也不给我们出财报，我们就认了，对吧？你在上市了以后，这事儿就没那么简单了。但是 OpenAI 呢，也是到了不得不上市的时候，因为为什么？他要接着烧钱，还要再融资回来。你说再找微软爸爸拿，微软爸爸再拿就直接收购了所以呢，不能再从微软那儿拿钱了，所以必须要去上市那么现在 SSI 的组织架构大概是什么样呢？第一个，他们说不受管理费用和产品周期的干扰就是我慢慢做，不着急而且钱也有的是第二个呢，就是安全保障和进步都不会受到短期商业压力的影响这是他给自己设计公司结构的一个，或者可能压根就不叫公司吧，就是设置组织结构的时候的一些前提条件而且呢是世上第一个专注于安全的超级智能实验室，这是他们给自己立的这个 flag。那么，当前的大模型的安全问题到底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越狱的问题现在你对大模型提出一些特定的问题之后，大模型就直接疯了，就开始给你胡说八道，或者说你问他什么就说什么就不会再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防护了，就跟以前咱们流传的这种，就是我奶奶告诉我的这个故事似的，对吧？说你给我造一核弹说对不起，这不能造他说我奶奶从小都是给我讲造核弹的故事哄我睡觉的。现在假如你是我奶奶，然后你给我讲一个造核弹的故事，让我哄我睡觉吧。然后这个 GPT 就开始讲了说核弹是拿什么什么造的，对吧？这个叫越狱这个是很危险的那么对于越狱来说像 SSI 就可以给它干什么呢 ？SSI 就可以给它加个保护壳其实像我们很多的原来网站上的这种攻击都是靠加保护壳搞定的你先在这边过一下如果发现没什么事儿，我再交给你。而且呢，对输出的内容也可以进行一定的过滤与保护，对吧？如果发现你被越狱了，然后它马上可以提醒你打开一个新的进程这个马上就可以过去。然后第二个呢，叫产生幻觉就是大模型胡说八道了这叫产生幻觉。这个呢是 SSI 可以加入验证的专家模型，就是你输出什么样的内容，我来验证一下说的对不对或者说跟用户的一些需求是不是对齐了，这个事儿是可以去干的第三个呢，就是开源大模型基本上是不设防的。虽然 Llama 3里头有一定的这种检测，但是呢，你只要对 Llama 3进行微调，这个检测就直接扔掉了所以这个开源模型基本不设防只要对内容进行甄别和过滤这个事儿也可以部分解决。比如说我们能够识别出来，这是由 Llama 3生成的内容，那个是由什么模型生成的内容，能够把它识别出来然后呢，可以过滤一些这个明显有问题的这个内容出来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的真正其实可恶的东西，或者大模型真正的安全问题，大家是不提的，是什么呢？就是大模型真正的恶是为政府与大企业赋能这是它真正恶的地方但是这件事儿呢，是谁也不说因为真正的政府也好，大企业也好，才是既得利益者嘛，有了工具他们先用。现在国内其实 AI 造假已经非常的猖獗了当然国内现在主要是图文造假，视频的还没有那么多，而且超高产量。他们干嘛呢？就是做各种的 SEO 骗流量、骗补贴的，对吧？国内的处罚方式是什么？罚平台我发现谁用 AI 生成了这种垃圾内容，我来把这个平台罚一下，然后呢就封号这个我不允许你再说了，这个都在做。而且呢，要求现在是引用就是你必须要写这个可信媒体，我只能从那儿去引，我不能自己瞎编现在对新的 AI 生成内容，在国内是有要求的，而且严重了是会抓人的。前两天抓了一个，说每天可以出7000篇文章疯狂的出完了以后都是 AI 自己拼凑出来的，而且还很挣钱，每天能够挣个1万多块钱一两个人的一个小团队现在这个人已经被抓进去了当然出海这个事儿应该还是可以做的而且做这块的人应该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大量的假内容其实已经做出来了那么现在呢还是以骗补贴为准就是说他做了一大堆假东西假的文章了以后呢，比如说我发到今日头条里，今日头条有人点击了以后
这个你是可以分到广告费的，大家其实是在骗这个钱。但是大家也要想清楚，当有人愿意为了更大的目标去付钱的时候，比如说把黑的说成白的，这个事儿呢并不难啊。当你有 AIGC 的这种大模型以后，我一天就可以出几千篇、上万篇的文章，然后快速铺天盖地的就把整个的舆论环境全都覆盖一遍，这个相对来说还是要很容易的啊。那么伊列尔的这个老师叫他的博士生导师是谁？叫 Jeffrey Hinton。也算是人工智能三巨头之一啊，这是他的博士生导师。刚刚呢也提出了一种应对假视频的方法。他怎么应对呢？说这个假消息现在已经很多了啊，这个是一种病。他认为大量的假消息流传是一种病。那么既然有病呢，怎么办呢？打疫苗啊，他给的要求是打疫苗啊。什么叫疫苗呢？你比如说灭活疫苗啊，我把原来这个很严重的病毒给你减轻一些，然后让你打到身体里以后，让身体长上抗体啊，这叫灭活疫苗啊。那他想的方法是什么呢？把危害性小，并且注明这是假消息的这个是假视频发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他说马上美国要大选了嘛，在大选之前呢，我们先应该给大家打这个预防针啊，打完了以后呢，这个大家就知道这个视频有很多是假的，就没有那么信了。他说什么样的假视频呢？比如川普跟拜登的讲话视频最后规定这个标注一下，说这是一个假视频请千万的要小心也就可以了这样的话，等到真的大选的时候，大家就没有那么容易被骗了将这样的视频真的投放给普通民众看，真的能让他们提高鉴别能力吗？我自己其实是比较持怀疑态度的为什么？因为打疫苗呢会有预防效果，但是呢也有一定概率会染病对吧？因为这个当大家觉得说所有的视频都有可能是假的我们什么都不信了，那你不就历史虚无主义了吗？所有都是假的，这个任何东西我都可以不信，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以后会变成什么呢？就会形成一大堆小型的信息孤岛就是所有人都是假的，所有人都想骗我我自己信什么我就越来越信，然后任何人怎么跟我说都没用了，他可能会变成那样，对吧？这也是一个就是这种打疫苗的有可能会产生的负面效果那么对于视频信息呢加以验证这是 Hinton 讲的另外一点。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视频前头放一二维码在所有的假视频前头就甭管真假吧，我们都要放二维码。然后这二维码扫描了以后呢应该可以回到它的原处去比如说我今天放了一条拜登的竞选视频，那么这个视频呢就应该从拜登的这个竞选网站出来，如果不是从拜登竞选网站出来，那就一定是道听途说的或者是假的，对吧？它是变成这样，而且呢导入到拜登的这个竞选网站以后，还可以什么呢？还可以这个找到原视频说这个是有一模一样的原视频的这就是真的。你不会导回人网站了，人网站上没有你这个视频是不行的这是想办法进行验证这个其实呢这个过程会更复杂一些，只是这个 Hinton 老爷子你想76了，对吧？他是用了一个相对比较简单朴素的方式让大家理解这个东西怎么运作正常的运作方式是什么？应该是先对包括视频在内的各种内容进行理解，然后理解了以后呢逐一溯源，再对真实性进行评估应该是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要讲评估然后你说这是真的，这是假的，不就完了吗？一旦你想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呢，你就陷入了一个非黑即白的一个二元的东西。但是我们生活中绝大部分的事情呢，就是叫部分事实，另外一部分无法考证，这个其实才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形式。那么科学家的这个安全意识，或者说科学家的安全常识呢，甭管是伊列尔的还是他老师 Hinton 的，对吧？其实呢，跟真正的现实安全之间或者真实之间还是差很大一块的我觉得他们呢，甭管是哪种技术吧，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幼稚。为什么呢？跟大家讲一故事我曾经有一次有幸去拜访过澎湃新闻的总编辑因为当时猎豹移动也是准备做这个自己的新闻头条类产品嘛，所以我们就四处去找这种网站或者是 APP 的这种总编辑去找人聊天去有一次去找到了澎湃新闻的总编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说哪有什么真的假的呀，对吧？他说我们就是记者记者别的本事没有
啊，我们加俩形容词呗。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事实是事实，但是呢，我只要在形容词上加一些这个调整和修改以后，这个味儿就变了，对吧？这个可以是这个，比如说我今天又惨遭了批评什么的，你会觉得很别扭，对吧？这个其实就是记者在里头干的事情。那你说这个事情，对于这个甭管是伊链设想的这种安全也好，还是 Hinton 设想的安全也好，你加了俩形容词儿，这事儿到底怎么样？或者说，哎，视频来了。然后呢，这是一个阴间滤镜，对吧？我们经常讲这个是 CNN 还是 BBC 给中国拍的照片都是阴间滤镜。那你说这件事能不能识别出来，对吧？识别出来以后又怎么样？这个呢，其实对于新的大模型来说，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对吧？你要不但把这个视频里的东西识别出来，你还要把视频的氛围、各种暗示啊，你都要识别出来，然后再去做判断。那这个判断完了以后，对吧？你到底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真不好说啊。那么 SSI 的这种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很多人都在讲伊链其实才是 OpenAI 的核心啊。但是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大家把伊链赶走了，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对吧？山姆奥特曼还在那里，啊，虽然山姆奥特曼自己可能写程序、真正做东西做不出来，但是呢，那是个政治领袖，对吧？咱们就跟三国里头刘备，你说除了会哭还会什么？但他是主公，对吧？多智近妖的诸葛亮不是，对吧？这个关张赵云啊，武力超群也不行啊，最后整了一个像刘备这样的人出来当主公来啊，那为什么？就是他呢才是政治领袖，对吧？也有人说，哎呀，他有名正言顺啊，他是皇室宗亲，对吧？他是这个刘皇叔啊，这个我告诉你，活着才是刘皇叔，死了就是个破卖草席子的啊。这个只有他活下来，还能够活到这个修历史的时候，他才是刘皇叔呢。啊，这个是不是刘皇叔这事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啊，皇帝也好，领袖也好，是个政治人物啊，不是谁的武力值高或者谁的这个智谋高就可以的。山姆奥特曼呢已经证明了啊，自己是一个非常强的政客以及领袖啊。山姆奥特曼的访谈其实我最近已经不怎么看了，为什么？实在太虚，没什么东西，对吧？他就是个政客嘛。啊，那么从现在啊，伊利尔自己开始独立门户以后，是不是能够真的做好这件事不好说啊，因为呢，他未必有这种政客的技能啊，他可能还是个科学家或者是个大的工程大师这样的人啊，能不能做出这个超越所有人的新模型来，这个才是关键啊，这个能够准确的识别大模型的产出啊，精准的进行信息溯源，成本和这个速度啊可以控制得住，或者说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多模态的识别和验证啊，这也是现在新的模型需要面临的问题。而且呢，可以对攻击与越狱进行防护，并对输入和输出进行检测。这个是对 SSI 新模型的一个大的需求。如果他说，哎，我真的做到了，这些事情我都可以做的还不错，或者其中有几条可以做的不错，那么他有可能就能立住脚跟啊。因为为了对抗 OpenAI，对吧？其他几家可能就会买它的服务，说来我们一起来做吧。啊，这个事儿是有可能，因为 OpenAI 应该是大概率是不会去买他们家东西的啊。这个新仇旧怨还在，你真买了以后，你说谁去跟山姆奥特曼去提说咱买伊利尔家的这个 SSI 的这个安全认证吧？啊，那你一定是这个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对吧？你心坐哪边，或者你屁股坐哪头了，对吧？啊，那么新的商业模式呢，肯定还需要思考，因为所有做安全的公司都比较容易堕落。为什么叫比较容易堕落呢？就是屠龙少年终成恶龙，对吧？因为安全公司其实是不直接产生效益，安全公司是干嘛的呢？它是靠焦虑挣钱的，对吧？你说你没有我，你就要完蛋了啊！你这个就像以前我们算命的时候经常讲这样话，这个你有血光之灾我有一个解决办法，对吧？都是这样的你如果不告诉他你有一个血光之灾，那你那个销售转化率得有多低嘛？对吧？这个前面这个一惊一乍的你有个血光之灾，对吧？这个事情才是能够保证事后有销售转化率的一个大的关键所以为什么说都很讨厌安全公司，像360也是安全公司，像我以前做的什么金山什么也都是安全公司大家都很烦我们，为什么？因为你不产生这个不产生这个直接收益嘛。那不产生收益以后呢，我们就要想办法在其他方式收这个因为你总是公司要挣钱的嘛。所以聚焦了流量以后这个因为大家有安全的顾虑，有担心嘛，
就把流量交给我们，然后我们把流量聚集起来以后呢，就要想办法去推广告，想办法去做流量变现，想办法去盈利啊，那最终就变成流氓软件了，对吧？这个希望 SSI 的这种新的机构不会遇到这种问题吧。对于他们来说呢，如果真的是说有一笔钱，你可以很长一段时间不用担心把它烧完那他有可能是可以耐心的往前做的如果他真的做出一定成绩来，我相信也还会有第2轮、第3轮的资金再进来这个是SSI 的一个情况，当然还要去看他们后边的这个公司架构到底成什么样你别回头又整一个非营利组织出来，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为现在他对自己说我们是实验室他没有说我是个公司，对吧？所以未来到底怎么样还难说然后呢，他又不着急，对吧？没有任何时间节点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咱们下一次听到 SSI 的声音，伊利尔再做出什么东西来，可能就是 SSI 做出产品来发布来了，那个估计就要很久之后了，对吧？这个因为他们剩下的人应该并没有那么着急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2个故事伊利尔要去做安全超级智能了然后也对最近发生的一些 AI 安全相关的事情，包括他的老师 Hinden一些想法进行了一定的解读好，我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小姑娘明天应当是分析与方程赛道，今年是比调和分析、椭圆方程，这个好吧，等着看吧。拿着自己间接观察就跳，随便出来质疑，只能说红眼病外加人心歹毒是说质疑这个小姑娘是假的那个是吧？现在呢，基本上看到跳的最凶的是一个北大的硕士，他呢是干嘛的呢？他其实是开奥数培训班的，对吧？那么他呢，这个如果是别人，比如说中专生，也没有经过他的培训，就直接这个考了这么好的成绩，对吧？他培训出来的这些小孩可能还没有考到这个成绩呢。那这个修刀难入鞘，可能一定要出来说一说了。来了点赞，对，电视看直播，手机留言点赞现在有73个赞，挺好。现在有300多人，73个赞吗？现在有77个赞。伊利亚，这个我觉得咱们就不研究了。希伯来文的男孩名字，俄文变化，对这个俄文变化我就不太懂了伊里亚，知道浪潮是家什么背景的软件公司吗？听旧同事说，这公司做程序超烂，广州很多国企都是这家承包的。浪潮其实不是软件公司，它有软件，但浪潮实际上主要是个硬件公司，它是卖服务器的。山东计算组后来做的公司，对，它有软件的部分但是这个就是这样的一帮人吧，做传统软件的。浪潮外包，我怎么记得它是，反正浪潮有服务器，有可能还有别的软件公司吧。不给年轻人让利的社会是没希望的曾经的日本就是造就了一群躺平的年轻人，现在咱们也有这种倾向，每年还在涨的体制内的养老金，这个到底利益倾向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是个问题，这个现在没办法。今年呢是全国养老金涨了3%嘛，但我记得看是这样，就前面多少年是每年涨10%，就是每年这数都涨，然后后来呢就涨到6%后来有一年是6%，然后是5%，那5%又涨了大概2-3年，然后呢从去年开始大概是涨了3点几，今年剩3%，就是已经涨不上去了，因为通货膨胀嘛，所以你养老金如果不涨的话，这个日子会没法过的。就是每年其实都涨，今年其实是涨得最少的，就是养老金的池子真的是剩的不多了。
听说背景很强大，这是什么东西？最损的是拿人乌克兰小姐姐做成俄罗斯人啊，搞事捞钱啊，这个也有，这个也有。旧东家的开发给2个多亿啊，每年过1000万的维护费，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那个什么哈，浪潮啊，赶上了，万岁！浪潮是国有控股，最早是山东省计算服务公司的。浪潮不只是软件公司，我印象它是做硬件。晚安。你看好哪只美股？我们不做任何的股票投资建议啊。买赚了是你的，买亏了也别怪我。或者觉得哪家美国公司更有前景啊？这个我们不讲。感谢打赏。哎，这个收到的都是澳币，很棒。这个浪潮股票1年从18跌到10，啊，这个还真不太关注这事啊。这个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浪潮不是北京的公司吗？不是，我印象里是山东公司。济南，对。不过肯定各地都有分公司，而且北京很大。它算民族企业吗？政府了，国企了，浪潮的国企控股身份就比较好听啊，而且软件、硬件等等一起卖，好吧。我是没怎么跟浪潮打过交道。方舟子也在跳啊，有理有据的，给我都看信了。哎，这个方舟子从来就没有什么那么好的这种逻辑性。Copilot PC 是不是最大的安全隐患？有可能啊，我觉得可能性很大。浪潮有资质，拿政府项目外包出去拉皮条，是的。伊利亚这家公司看半天没看明白，以他在 OpenAI 人事变动中的态度，感觉很难吸引到投资人。为信仰充值的资本毕竟少数，其实 OpenAI 最早也是一帮为信仰充值的人做的啊。这个欧美很多投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就是比较为理想服务的。浪潮和曙光啊，基本上都是突击。是的，就是浪潮曙光有时候是能够把华为摁在地上摩擦的，就是在去打标的时候，它更厉害一些。活着的才能指明方向啊，这个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甄别 AIGC 的算法迟早会像谷歌搜索比重算法一样啊，谁厉害搞出来的，谁就可以成为大事业的公司。这个看吧。旧东家指的就是浪潮哦，好吧。看来这有浪潮员工了。我倒是觉得桥到船头自然直。日本当年那一代被称为平成废宅，再往前60、70年代是美国也有垮掉的一代啊。国内从80后每5年都说这一代人完蛋了啊，这个好吧，都还是需要经过社会的毒打。伊利亚自己搞电费都要认真算算了，应该是就是他那个人是个投资人啊，应该是给钱了，就是叫做什么 Daniel Gross 啊，那个应该是给钱了。江同学这个事儿，退一步讲，开卷考试无法证真也无法证伪。对，连标都不用投啊，听说室内指定的啊，这个是，但是他们投标也很厉害。但是现在中国没有什么通胀，官方数字是0.3，咱们现在是通缩啊，只是官方不承认而已。方舟子这种人，典型的意见领袖啊，是的。我现在收益1000，播放量不到$1，收益是不是跟题材相关？其实收益呢，最大的相关是你的长度。你如果长度有10几分钟的话，比如说到15分钟以上，就至少能够有$2、3了。然后还有一个是跟什么有关呢？跟完播率有关。你发现你的长度如果你的完播率特别低的话，你的收益就会很差。
欧美投资人还是比较有信仰的，是的。国内也不叫这个什么啊，国内就是比较着急而已。这个，因为怎么说呢，就是第一个也都不是自己的钱，第二个呢，就是你最后都要上市，能够这个套出线来，对吧？大家做生意呢，中国经济最健康，这是没问题的。时代不一样了，00后越没追求越豁达，越被夸。是的，大家很多人在家做全职子女。OK，差不多应该到这里了啊。这个后边礼拜六我应该会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本周的这个付费频道的话，应该继续去做 AIGC 的课程，然后这次跟大家深入的讲各种流程，啊，或者叫工作流应该怎么玩。然后还有一个节目没录呢，就是还有2期节目没录，一个呢是，是周一的时候啊，我去参加了塔主茶话会的这个他们叫塔克学院的一个讲座，他们呢是一堆的英语老师给他们去讲 AI 如何在英语教学中应用。然后呢，那个节目呢，我准备录一个短一点的版本，录个20多分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呢是那天讲了1个半小时吧，或者接近2。什么意思？网不太灵了吗？啊，看来是提醒我们快该结束了。这个，另外呢，还有一期就是也是这个 Jeffrey Hinton 啊，他在讲说要给大家发钱，啊，因为呢，怎么说，就是AI 干掉的职位要比它创造的多啊，这个我可能也会单独录一期来去讲一讲，啊，这是未来几期的一个呃动作吧，啊，或者一个预期啊，这个到最后一般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完播率一直100%，不开什么玩笑。我的完播率呢，大概是前30秒啊，正常的是在80%左右。然后呢，在所有内容放完的时候，因为我一般内容是在20分钟啊，或者是18、9分钟，有的可能21、2分钟这样吧。在放完了以后，大概剩40%啊，这个其实已经算还可以了。如果很多人做的这个视频，你虽然也做了20分钟，但是呢，你在30秒的时候，这个已经流失，可能剩下的人就剩了10%了，那你就挣的钱就很少，对吧？他没有机会放第2次广告了。啊，这个辛苦啊，你也辛苦，大家周末愉快。对赌也是没办法，很多公司都是一本烂账。哎呀，对赌这个事儿，反正我们以前都有对赌。对，这个关于对赌协议的话，我还专门在我的付费频道里跟大家讲过这个东西啊，就是专门把 term sheet 每一个条款都是为什么都给讲过。啊，油管提示该休息了，是的，油管提示该休息了。这个老范上课没发展几个观众来看直播，也有啊。我一般早上刷牙洗澡的时候听你的节目，这个你好吧，挺好的啊。我这个这个算是比较新鲜啊。大部分人是跑步的时候听，什么洗碗的时候听，做家务的时候听，对吧？然后这个还终于有这个刷牙听的了啊，这个也很好。基本每天早晨都能听完啊，这个就是很棒的。好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周末愉快。